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老周呢已经非常久没有修神舟了，所以说今天的话我必须得来修一台神舟。这台神舟的故障呢非常的奇怪，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见证一下，具体是什么故障呢？这老哥呢是如此描述的：这台呢是神舟的 K670D， 某天上网课的时候呢突然蓝屏了，后来发现只要插充电器呢就会蓝屏，用电池呢就不会。能尝试的方法呢我都试过了，送到本地的维修师看过，说是没有修好，但是我感觉他连机器都没有拆开过，不知道你是怎么感觉的？应该的话是主板的问题，供电什么的。虽然呢我是土豪，已经买了新电脑了，但是呢我非常重情重义，还是希望修好我这台电脑，然后呢把它给卖了。我操，无情啊！这台机器呢正如这个老哥所描述的，现在呢我是用电池开机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进入系统里面操作呢都没有什么问题。看这个系统的话，上家的话应该是给它重装过系统啊。桌面上啥都没有，连一个钉钉都没有，不像是一个上网课该有的样子啊。然后呢我们把它关掉，用充电器开机。这次的话我们用充电器开机啊，插电开机，点亮的话是问题不大。可以看到已经蓝屏了，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关掉，用电池开机。在它进入系统以后，我们再插入充电器，看看有什么效果。现在呢是用电池开机了，我们进入系统，现在操作呢一切正常。我们再插入充电器，看看这个电脑有什么反应啊。插电，哎呦，反应这么快啊！只要一插充电器，它就蓝屏了。难道是我这个可调电源坏了？这不太可能啊！那只能说明这台电脑的话是土豪专用笔记本啊，电池用完的话就可以扔了，是不能充电的。那看到这种故障，不知道各位老哥的话有没有什么思路啊？就是说我们插充电器就蓝，插，就是这么迅速。像这种故障，老师我首先的话可能会怀疑是 CPU 的问题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用电池的时候，这个 CPU 的频率的话可能不是太高啊。当我们用充电器的时候，这个 CPU 频率的话，睿频啊或者什么样的，它就会很高。可能这个 CPU 体质的话非常弱啊，可能是晚上的时候工作的比较久，它现在的身体非常虚弱了。现在的话已经不能承受19伏的高压了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可以尝试性换个 CPU 看一下。还好呢，它这个 CPU 呢应该是一个台式机的 CPU， 我们可以直接代换。先让我把机器拆出来，换个 CPU 看看。如果说换了 CPU 还不好的话，这台机器的话又是一个千古难题啊。希望的话换个 CPU 可以好。这边老师花了一点时间呢，已经换了一个 CPU 上去了。大家也知道，老师我换 CPU 的技术的话是非常高超的。这边的话我已经轻松的把它 CPU 给代换掉了。现在我们装起来试一下。现在这台机器呢，老师已经用我自己的 CPU 成功点亮了。我们直接插个充电器看一下，插电。哎呦，好像坚持住了，视频已经轻松水完了哟，就是这么机智。轻松水完一个视频以后呢，接着的话我们来看台 MacBook Air， 这是一个11寸的小苹果。这个机主说好像是被我的徒孙搞过。老师我什么时候有徒孙了？离掉在我这里也只有拧螺丝的水平啊，经常还给客户少拧螺丝发回去。马早老师你好，我这台苹果11寸的 L 已经沉睡了2年了，在头条看到你的视频，感觉你能用强大的武功唤醒它，这不争气的东西开不了机了，给本地的徒孙你蒙下的弄过，这就奇怪了，难道有的人打着我的招牌招摇撞骗？我这个徒孙说这个苹果的话是 CPU 坏了，要换主板，于是呢我就放弃了，请你救救他吧。我先插电试下，看一下这台电脑现在是什么情况。插电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指示灯是会绿的，然后变橙。应该是在充电啊，并且这个充电电流呢不停在上升，应该是可以充电。开机的话好像没有任何反应啊，这个电流不停在上升，应该还是充电电流啊。我们先把主板拆出来看一下，看看这个人的话有没有学到我的3板斧。老师我拆开后盖，眼睛大概瞟了一下，结果发现它这个 CPU 供电呢是被人焊过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电杆的话是有焊接过的痕迹的，它既然焊了这边的话，这说明这边的话肯定是有异常。我们先看一下这边的话有没有短路，拿出老师我新入手的高端福禄克。我们横表比接地，哎呀 CPU 真的短了，对地为0。这个 CPU 正常的组织的话应该是在 0.01 左右，应该还有10欧左右。像这种对地为0的肯定是挂了。看样子这个上家的话水平还是蛮高的，做我徒孙的话也还是不错，可以准确的判断出这个 CPU 挂掉了。这边老师呢又把它装起来了。老师我这个施工呢遭受到了和这个徒孙一样的命运啊，这老哥放弃不修了。本来老师我是不想这么水的，但是造化弄人啊，没办法换一台。刚刚那台小苹果呢，老师我没有偷吃到，于是呢，我决定来偷吃一下这个女粉丝的大苹果。这台 MacBook Pro 呢，是一个1.9管的 MacBook Pro， 非常的高端啊，还带一个 Touch Bar，
这是一个女粉丝的 ，Hello 维修师，一个女电脑小白。昨天呢发生了意外，朋友呢就给我推荐了你，他是你的老粉丝，说你这里靠谱，就让我把机器送到你这里来了。说我靠谱的一般是分为2种人啊，一种呢就是没有到我这里修过机器的，还有一种呢就是到我这里修过机器的，并且已经修好了机器的。如果到我这里修过机器没有修好的，他可能就不会这么认为了。因为老师呢，我遭遇过非常多这样的事情。在这个网友电脑还没有寄过来之前呢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：老师啊，你好，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，非常喜欢你。可是电脑接到老师我这里来呢，有的电脑呢因为各种原因总是修不好，然后有一部分朋友呢就变脸了，你怎么会修不好呢？你不是修电路的吗？你不是学过吗？你不是懂的吗？像这种情况我还不如送到我附近的人修呢，太让我失望了，看错你了。不管这台电脑的结局如何，希望这位朋友以后不要这么说啊。我们继续读，这个意外呢是一杯水直接洒在了键盘上，我马上呢就拔了充电器，按照正常关机之后，但是后面呢出现了自动开机，我看到呢也马上把它关了。后来经过朋友的提醒呢，我马上找人拆开了后盖，断开了电池的排线。因为是小白，其他呢就什么都没有搞了，就想着送到你这里帮我看看，检查一下的话有哪些问题。看了你的视频，看你有这么多粉丝，每天要修机子，要剪片子，也是挺忙的啊。这个女粉丝好关心我啊，好暖心啊。找个机会的话，我要亲自来感谢你一下。但因为是毕业生，现在的话毕业设计也是非常紧张啊，这正好嘛，老师我也可以来帮忙，顺便感谢你。希望的话你能尽快帮我处理。还有看了你这么多视频，才知道朋友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，你也太有意思了，成功转粉，一下子又多了一个可爱的女粉丝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说自己可爱啊，这台电脑呢就麻烦你了，希望有机会的话可以拍期视频，谢谢你了，辛苦辛苦。最后2个，爱你哟。这个非常可爱的女粉丝呢，寄来的时候后盖呢是没有装的，电池排线呢也是拔掉的。像这种电脑，如果说电池拔掉的话，插电的话应该会自动开机啊。如果是正常的话，插电有待机啊，并且这个电流还能上升一点点，应该是自动开机了。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只让它开了一点点啊。因为是进水的，我们先把这台机器全部拆出来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非常严重的地方。这边老师我驾轻就熟的拆掉了这个女粉丝电脑的外壳。我大概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个女粉丝电脑的水不多啊，但是毛的话倒是非常旺盛。老师我也不知道她这个电脑是怎么用的，这里面这种毛毛的东西真的是非常多啊，被我一摸就没了。进水的地方呢，整个主板上我只看到这部分有点进水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看到这2个滤波电容上的话都发霉了，这个芯片较为四周的话也是发霉的。像这种情况我们不用怀疑，它肯定也是进去的。一般来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我们首先的话肯定是要把这个芯片拆下来重新直球看一下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把它干了。现在看着好像也没有腐蚀掉的地方，不管了，还是先给它重置上去吧。这个小芯片呢叫做升压芯片，我们先给它处理一下。稍微拖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个吸。球折好以后呢，这边焊盘也稍微处理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给它归位。老师我花了点时间呢，已经把这个升压芯片轻松焊上去了。那为什么没有拍摄呢？老师我作为一个优质偶像，肯定的话是要做一下形象管理的呀，不能让大家见笑呀。因为我第一次焊接的时候失败了。然后呢，老师又偷偷重新直球，又焊了一次，才把它焊上去。但是老师我希望大家认为我是一次性成功的，因为这块主板呢就这里进水，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处理了一下，现在的话我们可以插电试下。之前我们插电的话，电流好像是跑到 0.07， 然后好像是不动了。现在我们可以插电试下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插电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好像跑到 0.2， 然后掉电，那这是什么情况呢？像这么高的电流肯定是不行的呀。像这种高端机器还有独立显卡的，跑不了2安的话肯定是亮不了啊。但是老师呢也不会修了，咱们直接转机吧。我要对不起这个女粉丝了，这个女粉丝我让你失望了。今天晚上我还是直接把你这个废机器送回去吧。老师花了点时间呢，已经把它拼装好了。虽然说咱们修不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插电试小，看看会不会短路。万一这个女粉丝回去插电发生爆炸的话也不太好，影响我的美名。哎呀，我本来想装逼的，但是这个苹果有开机的那个功能，装逼失败。但是我还是想来插个电。插电可以看到电流可以跑上去啊。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裸板插电的时候，电流只能跑到 0.3 然后掉电呢？其实因为老师我们没有扣电池啊。如果说要把电池扣上去的话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电池的图标，叫我们充电啊。在这边老师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，刚开始老师我遇到这种苹果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个苹果电脑有问题啊。现在是关机状态啊，但我们把屏幕打开，它就会开机。
这个是苹果的最新功能啊，非常牛逼啊，连开机键都不用按了。但是这个苹果的话还要多测试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暗病之类的。现在老师的话也不敢肯定这台电脑是修好了。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